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第2缸一直在冒油。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 W126-280 SEL 从台中坐专车来台北找张大哥的蓝色 W126-280 SEL 的分油盘完修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的内外的整修，外观我们看到非常干净，非常漂亮跟引擎室其他的零件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一颗分油盘在整修之前，我们发现它的膜片是破损的。好，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第2缸一直在冒油。因为1985年之前的 Bosch 的机械喷射，它的膜片下面没有弹簧，它膜片现在下面是顶着那个分油盘的基座，上面才有弹簧。因为上面的弹簧一直长时间的压着这个膜片，所以造成膜片是很容易破损的。跟1985年以后的第2代机械电子喷射的上下膜片上下都有弹簧，不一样。所以1985年以后的分油盘，它膜片就比较不容易破损了。这个分油盘经过大家的调教以后，我们看到它的行进当中的出油量跟怠速的出油量数据都非常漂亮。再来就是它的插压阀我们看到它的插压阀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因为现在冷车状态今天大哥还没有启动，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插压阀的压力在改变使得它的供油量改变，达到冷车油气加浓的目的。它的喷油嘴6支喷油嘴，大哥都全部清洗完成。喷油嘴都还不错，还可以清洗算还不错的。分油盘的部分分电盘的部分，它的分电盘状况是非常好。高压线看起来有点旧，但是还堪用，所以大哥经过
检查哦，它的有没有断线，电阻值还 OK 的，那加上分电盘、打火头，状况还不错啊，所以它的电的部分应该还会有大概5万公里的使用寿命。那至于分油盘的话，经过整修，如果油箱不污染的话，理论上我们再用20年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它的汽油帮浦的部分哦，它汽油帮浦跟汽油帮浦那就是长时间不晓得多久没有换了。其实，在没有换之前，我大概看到它数据测试回流量的数据还好，但是因为这个太老旧了，我们要做预防性的更新，所以汽油帮浦大概把它换掉了。我们希望这个汽油帮浦至少理论上应该在15万公里、10万、15万公里之内不会有问题，因为汽油帮浦它跟我们的寿命的车子的生命有关系，汽油帮浦一挂，车子就停了，所以汽油帮浦是该换的，而且使用到够本了。汽油滤芯大哥换掉了，那蓄压器严重漏油，大哥也换了。那再来它的点火部分点火部分的火花，我的火花还很大啊，这火花的点火的放电的量很大那当然要归功于这一颗点火放大器欧导光，但是以1980年之前的欧导光，不管 W123、W126的280，都是用这一颗那甚至于V8的也用这一颗，那这样子大概碰到很多的情形，就点火放大器电压值都太小了，也就会造成火花太小。但是它这颗蛮特别的这个点火放大器是非常不错的。那至于说大哥在测试它的行进当中的测试，避震器建议该换了避震器已经能卡。那引擎角的部分大哥找不到料，因为它跟300 SEL 的引擎角结构不一样找不到料。但是那我们就将就了用，还不至于太糟糕。那它的变速箱很 OK 的，变速箱状况非常好因为它变速箱的真空管的部分真空管的部分它漏接了大哥把它接回去，使得它在换挡的时候比较不会顿挫。那变速箱状况是 OK， 引擎角还堪用那再来就是变速箱非常好。那这颗引擎它的缸压大概落在11到12之间等一下我们看到发动起来，你会发现它这个引擎看起来外观非常老旧，它其实这个引擎状况是非常好的。M110的引擎，大哥也很少看到状况这么好的。它怠速球相当稳定跑起来很有力这个以它的数据跟 M103， 因为它这颗是 M110的双凸轮轴引擎，跟 M103的6缸马力数据是一样，但是它的低速扭力，大哥觉得它低速扭力更好。那高速感觉上没有 A03 这么好，但是这个引擎因为它状况非常棒，所以说感觉上不太输 M103。虽然数据是一样，但是使用起来感觉是不同的。那它的对，大哥必须要提示它的这个机油。我们看到那油尺的量，大哥吓死了。原来它一发动起来后面冒了大量的烟，大哥当时以为应该是吃机油吧，哇，那个烟太可怕了，好像火烧车一样。结果大哥发现说他的机油加了2倍，也就是说大哥抽了5公升的机油起来之后，
才达到正确的机油量。那烧机油的状况也解决了，这个很天才大哥没判过啊。好，我们到里面啊，我们到车子里面来做一个今天的冷车的第一次发动。因为它的这个转速表它的里程表它故障了啊，大哥已经把它修复了啊，而且大哥把稍微整修了一下，里程表看起来乌黑亮丽。冷气还不错啊，冷气还不错啊。这部车子原则上大哥希望它再开个20年，因为以 W126的体质跟它的耗材是没有问题的，加上我们方向盘整修是应该用20年。好，大哥来红火，好红火。我们看温度现在是在40度以下，代表第一次的冷车发动。好，大哥发动。我们看下真空表真空表大哥也把它接回去了，真空度现在是在100%但是它的油量不正确了，那个油量符筒有问题。它现在灯亮了，但是油灯亮了，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还有油量是不是正确？我们来看看。它现在转速1500转，然后我们看到它的那个油压表它的那个加热阀的压力现在要开始慢慢的上升会从现在目前大概3公升左右，等下就会看到它一直往上升，因为它现在是在做冷车加浓在做冷车加浓的动作。那这部车子很难得，它的冷车加浓冷车提速都很正常，而且它提速提得非常的多，现在到1600多转冷车加浓冷车提速都非常好。那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我大哥看到的很多都是 M11985年之前的，它的冷车加浓因为它冷车加浓是靠下面的靠下面的一个热膨胀阀在作为冷车提速的这个功能这部车子是正常的。那油气加浓就是由加热阀提供的。我们现在来做提速，也就是说，你车子一跑第一冷车一发动，它几乎就可以离开了你不用再去等到它要暖车以后，车子才可以离开你来看看它现在这个怠速是相当稳定的大哥放打火机 OK 大哥放打火机是相当稳定的，连动都不动了。我说这个 M110是很难得看到的，这个状况这么好了。很可惜就是它外观很脏，那冷气状况也很好，这压缩机是 R12冷媒的，状况也非常好，就是觉得非常特别的代表这部车子它的前半身跟后半身，其实它的说来外观引擎室的外观很脏，但是车况是一流的，而且跑起来是孔武有力，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看到它压力刚刚是从这个位置大概在3公升一直爬升到这个位置，代表它冷车油气加浓的功能已经完成了。所以说，因为它冷气加热阀的冷气加浓的功能正常，所以说我们引擎一发动，马上就可以离开，马上就可以加油离开，所以这个是很难得所以这部车子无论如何，这车主应该好好珍惜，再开个20年绝对不是问题我们再到车子，我们现在到车内来 OK
排气管破掉了，排气管破掉这个会造成，而且它在引擎运转当中，它会有听到震动的声音，是因为排气管它的跟车身产生共振，非常的顺畅。就是排气管这要整理。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油表，目前是2格2格理论上应该20公升，但是油量不应该亮，所以这个应该是浮筒的问题。但因为它浮筒大哥一做拆不下来，浮筒我也没有整修。那希望它的油量表是正常的无论如何，大哥在交车之前再加个30公升，我们就知道它的油量表是不是正常的至于里程表这仪表大哥也改成 LED 了也改成 LED， 那背光也很清楚再来就是它的整个部分这个车主他告诉我他是新接手另外前车主的车子，他原来对这部车子是没什么信心的，但是经过大哥整修交给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应该会发现这部车子是原来老宾士是这么样的耐操，这么样的堪用，经过整修之后，竟然还可以再开20年。OK。对，它这个六角橡皮这地方都坏掉了，6个车门4个车门这地方都坏掉了，所以它车门的关门的品质比较差。OK， 大哥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了拜拜。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第2缸一直在冒油。